Hello， 大家好，我是不追测股市只真心发价值 Kevin。这期影片我将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台湾最火热的3档 ETF 这3档 ETF 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陆陆续续的募集，然后准备挂牌上市。它分别是国泰电动车、富邦未来车，还有我今天主要所要讲的中信绿能电动车。各位一定非常的好奇，这3档 ETF 都叫做什么电动车、什么智能车？那这3档 ETF 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这期影片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是想每天都增加一些投资知识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中信台湾绿能电动车 ETF 那这档 ETF 即将在9月1号到9月3号的时候募集，然后要挂牌上市那我们今天就主要先介绍这档 ETF 吧。那这档 ETF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是我自他们官网上面截取下来的它有讲到，投资人可以参与投资台湾绿能以及电动车供应链，并且具代表性的个股所以说呢，它主要的个股是在台湾，而且呢，它主要是分布在绿能以及电动车的供应链。那其他的部分像是说什么公司评鉴有关于流动性的或者是公开透明或者是什么交易成本低廉，那我觉得这个在 ETF 上面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通鉴的就是不能说是什么特色啦。那它有讲到说绿能、电动车和半导体这些产业为主轴，所以说呢，它除了绿能、电动车还有半导体这个产业在这个 ETF 当中。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中信台湾绿能电动车这档 ETF 它的一个筛选方式，它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第一个，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台湾上市上柜绿能以及电动车指数，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所追踪的指数上面有讲到它是包含上柜的公司。那上柜的公司大家也知道嘛，上柜的公司相对于上市的公司来讲它的财务状况可能没有比较呢，可能就是没有比较那么严谨那而且上柜公司它没有一个涨跌幅的限制，所以呢，各位如果持有这档 ETF 的话，它的一个波动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再来是成立日期的部分是从2021年9月1号到2021年9月3号准备募集。那募集成功的话呢，大概在1个月内就可以挂牌上市了。那募集费用大概就是要超过2亿台币超过2亿台币呢才可以挂牌上市那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经理费是 0.4%， 保管费是 0.035%， 上市费 0.03%， 那指数授权费的部分的话是 0.035%， 那加起来的部分大概就是 0.5% 啦。那这个 0.5% 呢，我不能说它是总开销费用因为它有一些是会议的部分像是一些单次的一个消费等等，那这些费用的部分的话呢，是都还没有算进来的，并且这档 ETF 也还没上市嘛，所以说我们还不能算出它的一个总开销费用，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就是它的总开销费用一定是大于 0.5% 那在持股种类的部分的话呢，它是有50档股票。那风险报酬等级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单一国家型的一个股票，所以它风险报酬等级是 RR5。那风险报酬等级呢，它从 RR1 到 RR5， 那数字越大的话呢，风险越高。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参考就可以了那在核心成分股的部分的话呢，它第一名的话就是台积电，再来就是鸿海，然后台达电、南亚以及中钢。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它光 Top 5持股大概就是 34% 左右虽然它有持股的种类有50档股票，但是它主要前5档股票就占了 34% 了所以说它分散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到特别的优异啦。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成分股调整部分它一年的话呢是调整2次，就是5月跟10月的时候会进行调整。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2月、5月、8月跟11月会进行一个季配息那季配息的话我认为是蛮不错的最近台湾出了很多 ETF 都是有关于季配息的 ETF。那季配息相对于年配息来讲的话呢，季配息一定是滚复利来讲是滚得比较快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季配息 ETF 是还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指数筛选规则既然我们是投资一档指数型的 ETF， 那它的最终的指数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通常台湾的指数筛选规则都主要是几个流程。第一个流程就是指数母体进行筛选，筛选完之后呢，再来进行流动性的筛选，流动性筛选完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指数成分股的筛选。那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指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指数成分股的筛选跟它的一个权重的计算就是一个整个指数的一个核心概念的地方因为指数成分股的一个筛选方式就可以筛选出一个非常不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指数出来。那权重计算的部分更可以将这个指数的特色给表现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中信绿能电动车这档 ETF 它的指数是如何去进行筛选的。首先呢，它是筛选台湾上市上柜的公司，那再来就是流动性的筛选。那流动性的筛选的部分大概就是取前面的几趴，
那相对于美股的 ETF 来讲的话，美股的 ETF 会比较严谨，因为美股的 ETF 呢，它的筛选的一个范围比较多，它公司比较大，所以说呢，它的流动性的话呢，可以比较严格。那台湾的 ETF 的话，我看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指数成分股的筛选。那它指数成分股的筛选有一个就是近12季股东权益报酬率总和要大于0，那这是有关于财务面的筛选。但是我看这个股东权益报酬率是总和大于0，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到特别的让人惊奇的，因为各位可以想想看股东权益报酬率以巴菲特来讲，他说最少股东权益报酬率是每年要在20以上。那这边的话呢，他是说近12季，也就是3年加起来大于0，跟每年20以上，这是差很多的。所以这边近12季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加起来大于0，那要是他前面几季全部都是0，然后最后一季正的话呢，它也是可以纳入这个指数当中。所以我认为这个筛选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优异。OK， 那接下来呢，它就会将剩下的这些公司呢，主要分成4组。那4组有哪4组呢？第一组就是它要符合绿能，又要符合电动车的主题；第二组就是它符合绿能；第三组就是它符合电动车；第四组的话就是它要符合半导体的产业。好，那剩下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会被筛除掉，所以它主要就这4组。好，那它排序出这4组之后，它要怎样做筛选呢？首先它就是主一的部分的话，就全部优先录取，也就是说，你只要是符合绿能跟电动车同时符合的话呢，你就直接录取了。那剩下的部分的话呢，就会借由你的自由流通市值的大小，也就是说，组2、组3、组4，它纳入的顺序就是看你这家公司市值多大，你越大，你就是纳进来。OK， 好，那这就是指数成分股的筛选。那接下来呢，就是权重的计算。那权重的计算的话呢，就是借由一个自由流通开平方市值加权，就是每个个股呢，它不能大于 15%， 然后5个加起来不能超过 65%。然后呢，它组4有做限制，它的组4就是半导体产业的部分，就是不能超过 25%。那组2、组3的话呢，最少要超过 10%。那我觉得这边还算蛮合理的。因为它的主势是半导体产业嘛，如果你半导体产业没有做限制，那你这档 ETF 可能基本上全部都是半导体产业，所以说它主势的部分的话呢，是最多不能超过 25%。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成分股并不是全部都是有关于绿能跟电动车的，它还有半导体产业的部分，而且有高达1/4的半导体产业。所以说呢，这档 ETF 并不是非常的聚焦在绿能或者是电动车上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产业评鉴，它是怎样进行评鉴的。那它主要是借由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新兴能源产业年鉴中去进行一个筛选的。那绿能的部分的话，就是要有风力、风电、太阳能、风场开发、地热、生质能、沼气和水力发电等等。那电动车的部分的话呢，它并不是说什么电动车车厂它是有关于锂电池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锂电池的一个管理系统，还有一些动力马达等等的这些零组件并不是说什么你一定是一台制作电动车的公司。OK，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色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风险的部分投资这档 ETF 我认为最重要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因为我们台湾有2个政党他们对一个能源的一个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主要是绿能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呢，最近又要公投，要说要永和等等的，所以说呢，我认为总统大选对这档 ETF 的一个影响是非常的剧烈的因为我们现在执政党它对于绿能的补贴是比较多的补贴的。那如果下一个执政党上来之后有做政党更换的话他把绿能的补贴全部删掉的话，那对这档 ETF 绝对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除了总统大选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做核四的一个公投。那核四公投呢，是在2021年12月18的时候要进行公投。那距今呢，只剩下113天。所以说，如果各位要投资这档 ETF， 有关于绿能的 ETF 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公投的结果是如何因为我相信绿能跟核能它一定是相互去做平衡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年报酬的部分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历年报酬看起来是没有到特别的优异我们可以看到它从2017年到2020年的5月的部分它的一个指数报酬率相对于我们的大盘的表现并没有特别的优异，而且它的波动率呢也比较高它只是在我们这个疫情复苏之后，大概在2020年6月之后它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认为它并没有到特别的突出的一个表现在过去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中信绿能电动车、国泰电动车跟富邦未来车这3档 ETF 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国泰电动车跟富邦未来车细节的部分的话呢，可以看我这部影片。那我这部影片有讲到比较多细节的部分，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讲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差异。好，那第一个差异就是中信绿能电动车 ETF 它是包含上市上柜的公司，那国泰电动车跟富邦未来车这2档 ETF 他们是追踪全球的公司所以说呢，它并不是只有包含台湾的上市上柜的公司，它是包含全球的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国泰电动车跟富邦未来车，它对于成分股的一个要求是比较严谨的。那中信绿能电动车的话呢，它是比较没有到这么的严格。OK， 那第二个就是它总开销费用的部分。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是 1.18%， 富邦未来车是 1.14%， 那中信绿能电动车的话呢，则是 0.5%。好，那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你要是投资全球的股市的话，它的一个总开销费用就会比较高一点。毕竟它要去买国外的股票嘛。那中信台湾绿能电动车的话呢，就稍微比较便宜一点。好，那第三个就是股息的部分它股息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富邦未来车这2档是并没有配息的。那中信台湾绿能电动车的话呢，则是1年会配4次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产业的部分，产业的部分的话呢，国泰电动车它主要就是电动车，全部都 focus 在电动车的部分。那富邦未来车的话呢，它则是电动车跟传统车。因为它是说富邦未来车嘛，未来车并不代表说它一定是电动车，它可能就是一个传统车厂，然后慢慢转型成电动车厂，或者是一些油电车厂。那这部分的话呢，都会纳入到这个富邦未来车的这档 ETF 当中。所以呢，富邦未来车相对于国泰电动车来讲，它是比较属于广泛一点的。那中信台湾电动车呢，它则是半导体、绿能和电动车的电池和马达系统。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3档 ETF 其实是差异还算是蛮大的部分。好，那今天这期影片呢，主要就介绍这3档 ETF。那这3档 ETF 呢，都是有关于电动车和绿能的部分。那如果各位想要投资有关于中信绿能电动车的话呢，一定要特别去注重它的政策风险。那我是不随意测股市，只真心分享教的 Kevin，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